阳明山的竹子湖这边，居然也有金针花花海。现在带大家看的是我们面前的这个猪二哥，大家可以看到枫叶吗？就是这样。哎，那个还蛮漂亮的。今天是8月28号，礼拜6。那我们就是发现，就是在阳明山的竹子湖这边，居然也有金针花花海。哦，那就是在我后面这间叫做故乡农园金针花园区。那竹子湖这边除了有最著名的海芋跟绣球花之外，现在8月就是有这个金针花啦。那它的入园费就是100块，小朋友是50块。这个入园费它是仅供你就是在里面拍照参观这样子，不包含就是购买其他里面的东西。那我们就带大家看一下。我们2位，好，然后这边有卖一些东西，菜脯、金针花。皮卡丘，哎，皮卡丘，它这也有枫叶，啊，只是还没红而已。对，看起来没干干的，没有太多营养。好，谢谢。哇，还有人专门穿和服。哎，那个还蛮漂亮的。哦，那个枫叶这样，这个颜色，对，还算蛮漂亮。透着光，有点带粉粉的。这个从这边看就还好。对，要透光，要从下面往上看。然后这应该是那个什么松，反正就是松树，那个家庭在参景观的那种景观松。我们要走进这个花海喽。它的园区没有很大，大概就这样，你可以看到这个小山坡这样，就这么小一块。但是目前看起来花况应该还算不错，这还不少。取个角度可以拍到一些你想要的照片。那我们再走走吧。那大家看到我背后这个，就是它整个金针花农园的这个金针花的一个园区。幅员没有到非常广大，有一些是含苞，然后有一些是开花啊。开花当然是给你们拍照。那含苞的部分，因为有一些他们会先采收下来。除了金针花之外，它其实也是有做一些的装置艺术，那就是可以让大家就在这边好拍照，然后就是还不错啦，就是可以上来逛逛。预计应该是会到9月中左右，它的花季就会结束了。我们现在要去看猪二哥的家，希望他不会倒。现在带大家看的是我们面前的这个猪二哥。你好，我是猪二哥。好了，是猪二哥之家的竹屋瞭望台。对。哦，然后它这个就是一个一个门的感觉，让你走进不同的景观区。那这里是什么景观？这个还是金针花景观。前面说的都是屁话。哎，他这边也说农作物有在出售，所以要请小心，不要把他们的作物踩坏了。对。哦，这里销售的是枫树区，那个石头超滑的。对，大家可以看到枫叶吗？就是这样。上面是枫叶，然后下面是金针花。这边有猪大哥之家顶级草屋，3只小猪的顶级，猪大哥的顶级小屋。那猪小弟的屋呢？还在盖啊，还在盖。就刚刚我们看到那个还在盖。那我们现在走到它的山头这边来，这个地方它是以3只小猪的这个故事的概念来组成。最下面就是有一只猪小弟，它是砖屋，而且还在盖。猪二弟的是竹屋。猪大哥是草屋这样子，大家也可以来参观一下。然后那几个屋子就刚好是观景台跟凉亭，大家可以进去休息。是的，那现在山顶的话，应该就是大野狼的窝了。我不知道，山上是另外一个就是乘凉区，大家就在这边休息。
然后我们这个方向看过去啊，刚好可以看到101。我不知道镜头里面看不看得到，反正就是有一根柱子在远方。有。对，所以也许也有可能会有人在这边看烟火，我不知道，隐隐约约的，但他可能半夜不会开。晚上在这边也可以看到一些市区的夜景，但晚上应该不会有人想来这边看，有点可怕。好，下一个地方。那我们现在就是在面向花中左手边这边，然后它这边它是一个 S 型向上，然后往竹子湖的一个地方。走到这个中间这一段就有一个路牌，就是说可以往大屯瀑布区。那从这边往那个大屯瀑布的那个瀑布的那个地方，大概只要10分钟，5到10分钟的步程，还蛮近的。然后路上的路况也都还算蛮好走的。不过它那个地方就是瀑布顶的地方，它是有围起来，就是让大家禁止进去，就是有点可惜这样子。然后它下面就是有一个水潭，你可以坐在那边休息，然后玩一下水这样。然后走过来这边有一个非常原始传统的一个石桥，一个石头做的桥，很原始的。那我们去另外一个瀑布看看吧。好嘞。那现在来到的是阳明山花中附近的另外一个瀑布区，然后叫做小隐潭瀑布。那我们出发去看一下 ，Go！ 那我要走哪里嘞？左边吧。左边吗？右边吧？啊，右边都可以。左边不是往花中的方向啊？那种没有任何的标示。要不然就是绕一圈，所以他没有在意。听起来是有人的声音，有水声嘞。对啊，所以这个就是了，好近哦，比刚刚那个更近。哎有哎，我看到了，有我看到了，超近，这个大概100公尺而已。听说它这里的水是有混到那个温泉水，这里是硫磺泉，所以它就是乳白色的。对，拿来泡脚。对，超快就到了。对啊，很棒。它的有很典型的那个硫磺的那个叫，感觉那个黄色的、白色、乳白色，对，那个不知道叫什么，我也忘了。好，我们今天总共去了3个地方，第一个是在竹子湖的故乡金针花农场。好，然后第2个是大屯山瀑布，第3个是小隐潭瀑布。第一个点，如果大家坐台湾好行9号路线的话，可以在竹子湖那边下车步行前往。那剩下的2个瀑布啊，你们可以坐到阳明山花中这边。哦，然后他们离步行前往大概也都是10分钟左右的距离，蛮近的。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次就是8月份在阳明山的这个行程推荐。哦，那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私密的行程，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。那我们下部影片见喽，拜拜。